我不知道他是从什么时候一点一点开始变的。天喝醉醺你也不回家，总是有女的给你发明信号短信，你吃了吗？你睡了吗？你吃了睡了，关他什么事儿呀？我有我的工作，我也不想这样。刚才已经说过了，你所有事都因为工作吗？天出去不回都是因为工作嘛？你要都是因为工作，我说这些干什么呀？要不是因为你的变化越来越这样吗？你根本就不像以前那么善解人意，然后变成现在这样。你怎么不说你呢？你以前怎么对我？你现在又是怎么对我的？以前在家里什么事你都帮着我做，现在呢？现在我在家里洗衣服、做饭、拖地，我拖地时我让你抬下脚都不愿意，你就知道玩电脑。不能忍受你了吗？你还记得咱们两个曾经一起做过一个瓶子吗？你还记得吗？上面有咱们两个人名字的缩写。在上一次咱们两个出现矛盾的时候，你向我的头砸了过来。当时咱们吵得那么厉害，我只是顺手拿起来，我又不是故意要砸的。他这样越来越情绪化，我觉得我也会变成一个疯癫的人，我也会变成一个神经病，因为我被他逼成这样。你说我神经病，你什么意思？你现在就嫌弃我，还说我有病是吗？我从来都没有嫌弃过你。你不出去工作，或者说你出去工作，你没有一份工作能干得长的，我什么时候嫌弃过你？现在不还是我一个人在挣钱养这个家吗？他们就会使唤我，什么事都让我做，本来不是我的事让我做，而且也是因为你当初心疼我说你要累了你就别工作，可是你现在又这样说，你到底什么意思呀？你说你到底变没变？两位，能不吵了吗？我问你几个问题行吗？考大学的时候，你说你的父亲生意上出点挫折，所以没考好是吧？是，当时家里气氛也特别压抑，我可能也是一个有些情绪化的人，容易受家里这环境影响。我当时也实在是没有心学习。这个我也理解，就是人嘛，尤其年少的时候，家里出点事儿，咱们不经什么事儿，对吧？确实会影响成绩。那逐渐就应该调整好了呀，对吧？为什么不工作呢？我工作了，我当时我在大专的时候。工作了，干了多长时间？你别说话。那还不是因为你别说话，让他自己说。现在你不知道他现在他的这个情绪现在变成什么样？他现在说的都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。等，我想象什么了？我想象什么了？小西，你出去工作多长时间？你说。你以为哭就有用吗？你对我一次又一次的伤害，今天导致咱们两个。你现在这样对我，难道你没伤害我吗？来，你觉得我伤害过你，都是你自己想的。我必须跟你站一起了啊，像个男人一样，听听别人的话，然后再说。刚才咱们说到你出去工作了，对吧？是。为什么不工作？我实在受不了，他们都使唤我。你指谁使唤你？就是比我早去的一些同事，他们总是让我做一些本来不应该是我的工作，我觉得受不了。现在出去工作，刚刚加入这个单位，或者刚刚加入行了，这个大道理你别跟我说了，你们这帮孩子都没有受过这个苛刻的训练。您别觉得我家别说了，环境很好，我家庭条件很好，我不知道。但是我现在工作，我也没有说在我父母别训，你就说他的事儿，说你们。你总提家庭条件干什么？你现在不就是瞧不起我吗？我什么时候瞧不起过你？你说你什么时候瞧不起我？以前我花钱我买衣服，然后你说你就负责打扮漂亮就行，你买什么都行。现在我忍了好久才出去逛一次街，买一个卡子回来你就给我脸色看，你到底是什么意思？你就是瞧不起我，你还不承认？脸色看，你现在照样买任何一件东西，我也都说好看，只是你自己多想，你觉得我话中带话，但是我真的不是这样的。而且我不知道你的心态现在变得让我觉得特别莫名其妙、不可思议。我记得有一次，房东去家里面收房租，你当时明明在家，可是人家房东敲了半天门，说家里没有人，没开，然后就跑到我的单位，然后去找我要这个房租。你在家，你为什么不开门？我为什么不开门？以前房租都是谁在家谁交的吧？你以为我不愿意交？我没给过你钱吗？你就不知道我为什么在家不开门？为什么呀？你知道我当时在屋里，我听人敲门收房租，这个钱我都拿不出来，我有多丢脸！我在屋里，我一声都不敢吭。听明白了，有几个问题想问问你。是说从他这个父亲的生意不好了之后，他就开始一点点有转变，是吗？他的情绪这1、2年开始变化很大，因为他以前就跟一个小公主一样，让我非常欣赏、非常喜欢的。但是后来他慢慢变成一个越来越神经质的女人，他会偷看我的手机短信，也会看我的在那个电脑里面 QQ 的聊天。那是因为你也不回家，你整天喝的醉醺醺，喝很晚才回来。可是确实是有人给你发，你吃了吗？你睡了吗？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，就只有你了。小新，你为什么不工作呀？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，
我就已经开始出去工作，我去发传单，去做促销，但是我真的受不了，可是我真的受不了什么呢？整天在外面一站就站一天，但只能挣这一点钱，受这个罪我真的特别努力了，可是还是适应不了。这1、2年就这么过来的是吧？打架逐渐在升级，对吗？其实一开始他情绪变化之后，我并没有意识到会像闹到现在那么严重。我的工作刚刚起步的时候，也非常的困难。虽然我家庭条件不错，我父母也有自己的生意，有自己的公司，但是我也并没有选择在我父母的公司去上班。为什么没有把他安排到你父母公司去兼一个职呢？因为我父母现在还不知道，就是我们2个现在矛盾很深的这个事情，而且也不知道他一直在伤害我。其实我一直都是在想，靠我一个人去工作去养这个家。你这家到底怎么了呀？不就生意没了吗？是吗？还欠债吗？也有一部分，但是我爸妈也都不太愿意跟我说太多。那是他们的生活，你过你的日子就行，这有什么呀，姑娘？可是我真的受不了，从我父亲生意失败之后，我就逐渐连朋友都没了。曾经在一起的朋友，现在也基本上不见面，因为好像……嗨，不见也好，那种人也不叫。而且以前你可能觉得都不会正眼看待人，现在也会嘲笑你，笑话你现在成这样。觉得就是从天上掉到地上，不管是家庭环境还是人际关系，我觉得都和以前完全不一样。接下来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特别想问，你是特别在乎他出去应酬是吗？他真的是回来的特别晚，而且我们回来之后就基本上没有话说，唯一说的话就是吵架。其实我特别爱他，我真的特别舍不得他。你关注过他这种心理状态吗？我关注过，但是他每一次跟我再闹的理由，一次比一次无理取闹。好，下面我想让你非常坦诚地回答我一个问题：你吃了吗？你睡了吗？谁给你发的？发现人和你之间是什么关系？很好的朋友关系。是有多好的朋友，需要天天都联系？我根本就没有天天跟那个女人联系。你现在是想跟她分手对吗？对。提分手提了多久？1个月吧。我真的不想跟他分手，我做这件事情也不是因为我不爱他，是因为我在乎他。我也想现在还像当初一样，我有一点难过，一点不高兴，你就会安慰我，就会哄我。我不开心，你就领我出去玩。可是现在，回家连句话都不愿意跟我说。你现在对他是一种什么样的态度？厌倦、厌烦？没有。憎恶？没有。无奈？没有。那是什么？恐惧。只是恐惧，害怕。事件虽然讲述的比较凌乱，但是我相信在这个凌乱当中，你们已经拼出了很多东西了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丘比特问卷。我挺感慨的，你们家从你小时候有点钱，真把你给耽误了，还不如从小贫苦长大呢。刚工作的时候，谁不是影帝影后啊？成天复印来复印去的，谁不得成天被人支持来跑来跑去的当跑腿工嘛？谁不成天挣那点钱不够花的，然后吃糠咽菜住地下室？这算什么事儿啊？这都不算事儿。你真的受不了，不是你推脱不工作的任何理由。如果我是你的男朋友，从道义的角度来说，不应该在这时候抛弃你，你什么都没有。但是从情感的角度来说，我一定抛弃你，因为你什么都没有。如果一个人不自立、不自强、不能工作，成天看着我要他干嘛？一个没有自我生存能力的人，不值得别人爱。我真的不想这样。你不想这样，你得改呀！他帮你一时，能帮你一辈子，你爸妈都帮不了，你只能自己帮自己。小伙子，真不爱了，就说不爱，别再找各种理由了。外面有人了就真有人了，别找各种掩饰。我真想分手了就分手了，也别不好意思了。我外面真的没有人啊，没有人最好。想不想分手？想分手。恐惧要逃嘛，对吧？恐惧我觉得是最可怕的，比恐惧更可怕的是无所谓。再耗下去就是无所谓了，爱怎么着怎么着。小溪，别哭了。你说，你出去工作的时候别人使唤你，你周围的朋友都不理你了，
真的是他们的原因吗？来，咱们俩举个例子啊，我是你很好的女朋友，从前你有钱的时候，咱们俩逛街，我看到一套衣服非常漂亮，我说小希这套衣服真漂亮，我很喜欢。你会不会特别慷慨的买下来送给我？会。那好，现在父亲生意破产了，没有钱了，我再跟你去逛街，还是我的心态没有变。我说小希这套衣服真漂亮，但是挺贵的，你是不是会这样想，认为我在嘲笑你，认为我在说小希这套衣服你买不起？会。那么通过这个例子就证明，实际上并不是说你的朋友不要你了，而是你的自卑把你紧紧地封锁起来，你不要大家了。当然也有一些朋友是因为你没有钱了离你而去，那我们说这样的朋友不是真正的朋友，丢了那就丢了。所以说小希，如果现在你还爱小环的话，你要想办法改变自己。那好，我说小环，小希在最痛苦的时候，你有没有多抽出一些时间来陪他？他从天上掉到了地上，他刚才自己形容自己，你有没有更多的去理解他，去陪伴他？知不知道他这种自卑、孤独的时候，他更需要的是爱、是关怀和理解呢？我承认我这点是可能稍微忽略了他的感受。他说了，他说我什么都没有了，只剩下你了。你是他生命中、生活中、感情上唯一的寄托。如果这个时候你再去忽略他，我觉得他的整个世界就坍塌了。实际上这个时候他更需要的是你的关怀、你的体贴、你的理解，而不是每个月你开工资的时候把家用就给他。刚才我听到小希说房东来敲房门的时候他恐惧都不敢出声，我觉得那时候我特别心疼。我觉得他这时候缺的不仅仅是钱，你给他的不仅仅是他的生活费用。可是我们两个人也不能我天天在家陪着他。我们没有让你天天在家陪着他，你在工作之余，在下班的时候，哪怕在和朋友喝完酒的时候，他说了回到家两个人话都没有。我是觉得男生有一些自私哈，女孩子嘛，你追她的时候可以照顾她，那她有事情的时候，你怎么能就不管她？我觉得女生哈，你一定要自信，自信的女人最美最可爱，要自强，要有自尊心。你想太多了，所以还是找一工作吧，多和外边人接触接触，你就什么都习惯了。跟女方谈一谈财富和尊严的关系。尊严这个东西是应该深入骨髓，而不是浮于表面的。要不然过于强调，就显得你太自卑；过于蔑视，又显得你太自轻。我很庆幸你父亲破了产，因为这样使你更加看到一家人健健康康在一块儿比拥有财富更重要。你父亲破产，同时还让你看清楚你的男朋友对你不离不弃，是真挚的情感。更重要的，你的父亲破产，你家道中落，让你知道了你原来有几斤几两，你是谁。人生的意义不在于握一手的好牌，是要打好一手的差牌，这才叫有本事。我们这个舞台上，我记得不错，曾经有一个女孩，也是家道中落。那这个女孩就特别的虚荣，她为了找回以前的感觉，不让周围的朋友忽视她，她拼命的到外面去挣钱做家教，甚至借钱来买单吃饭买包包，生怕别人会因为她家道中落而忽视了她。她这样做固然是不对的，但她至少有一点比你强，她自己努力，她借钱就还，她不搞别人。只是一时的家道中落让他无法习惯，而你没有做，你就知道在家里做寄生虫。接下来要说到男方，请记住一个概念：女人，她是个女人，她是你的女人。我们不要忘了，男子汉养老婆责任的本来，尤其是她在这种时期，你更应该加倍的去关怀他，因为你是他的全部。他现在抓得到的只有你了，他使唤不了别人了，也抓不到钱财了，他只能抓住你，所以他会歇斯底里一些。所以你要宽容对待，更加要呵护备至。我一直以来是不欣赏男人有什么红粉知己的，我也不支持女方有什么蓝颜知己，不要拿什么蓝颜知己、红颜知己来说话，因为跟他之间不能交流，因为他在家里经常歇斯底里的憎恨你，你们缺少了交流的平台，所以别的女人对你的仰望
对你的欣赏就会使你蠢蠢欲动，甚至心有旁骛，这是可以理解的。但是你们两人都是曾经富有的家庭的孩子，你们一定要明白一点：家在人在，一切都在；家破人分，拥有一切都是枉然。有爱有家在一块儿，这就是最幸福的。我们应该庆幸我们此时此刻健康的相爱着，健康的存在着，其他的事物完全可以从头再来。就这样。